而蓝忘机也是坐在那里冷眼看过来，说不必。可魏无羡不是那么容易被冷漠打败的人，他或许是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被拒绝和讨厌，谁又能不喜欢太阳一样热烈可爱的人呢？蓝忘机的不必，在魏无羡这里日积月累变成了好。小狐狸获得他独一无二的小王子的爱，但是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他再一次被蓝忘机以拒绝的态度对待，但现在已经比回国前他预想的要好得多，至少蓝忘机似乎还是在意他的，愿意让他进屋，愿意给他做饭吃。哦，当然还有冰箱里的辣椒。好，他看看天色，不早了，那我先走了。魏无羡计划着明天再来，左右蓝忘机又跑不了，他沉默地走到门口，扶着墙去换鞋子。脚步声沉闷而急促，魏无羡没来得及回头，手腕被大力攥住一扯，天旋地转间已经被按到了墙上。抬头对上蓝忘机的眼睛，脚上的拖鞋掉了一半，肩膀磕在墙上，手腕被用力抓紧，指尖都有点失血。魏无羡抬头看着蓝忘机，射灯刺眼的光芒落在他眼中，以至于他一时间有点迷茫自己的情况。只看蓝忘机的脸，是真的很难想到现在狠狠抓着自己不让走的人是他。魏无羡被灯照得刺眼睛，没忍住偏过头眨了眨眼，孰料蓝忘机手中力道更大了几分。要去哪？魏无羡刚刚卖惨说自己无处可去，当然不能自打嘴巴，但他确实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只能靠朋友收留。我去江城。蓝忘机抿唇。魏无羡凭借手腕的力道，有点猜到蓝忘机的想法，口风一转，去江城那拿完行李，然后到酒店去。但蓝忘机并没有放开他，即使是作为前男友，魏无羡其实也不是很能完全弄得懂蓝忘机的想法，或许说不太敢猜测。几番动作下，蓝忘机靠得更近，灯光被他遮挡在身后，魏无羡终于看清蓝忘机的目光，几乎要化作有形的实质把自己钉在墙上。太近的距离，呼吸可闻，热意交融，太容易让人陷入曾经相似的记忆中。少年人都很难妥善处理自己和爱人的关系，谈恋爱与赤手采玫瑰或许有共同之处。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姿势，一场算不上争吵的争吵后，魏无羡不愿意将蓝忘机再拖进自己极端而张牙舞爪的情绪中，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先冷静冷静，就往门口走，同样被蓝忘机拉了回来了。那天下午的吻带着血腥味，他们抱紧了彼此，啃咬对方，拥抱的力度几乎互相揉碎，力道不比此时蓝忘机攥住他的轻几分。魏无羡几乎以为蓝忘机要亲下来了，他抿了抿嘴，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，不由自主屏住了呼吸。但蓝忘机退后几步，拉开了两人的距离。蓝忘机没有松开他的手，默然不语，拉着他往里走，打开了卧室门。魏无羡在镇定和想歪之间保持了理智，乖乖站在原地不动，免得蓝忘机给他另一只手对称攥出手指印。眼睁睁看着蓝忘机打开衣柜，翻出2套睡衣放在床边凳子上，又从柜子里找出一床薄被枕头。见他抱着薄被枕头和其中一条睡衣往外走，魏无羡还是默默一汗，看来今晚是要睡沙发。这套房子年代久远，朝向一般，实际使用面积不到50平，但好在当年租房便宜。彼时魏无羡家里突逢变故，无处可去，蓝忘机被迫出柜，与家中关系紧张。2个少年蜗居在这小房子里半工半读，一室一厅一卫已经足够宽阔，容得下肆意烂漫的热爱。没有客房，除了卧室那张床，就是客厅宽大柔软的沙发。魏无羡乖巧跟在蓝忘机，跟只家猫似的去往客厅。蓝忘机停住脚步，有事。魏无羡看看沙发，看看被子，试探道：我不是睡沙发吗？回去。蓝忘机道。让蓝忘机睡沙发不太好吧？魏无羡琢磨，自己可是回来火葬场追前男友的，还是我睡沙发？魏无羡客气了一下，而后发现蓝忘机的神色更冷了，慢慢咽了回去，转而道：好的，晚安。蓝忘机不理他，沉默地把被子铺在沙发上。洗漱后，魏无羡乖乖爬到床上，枕着蓝忘机的枕头，盖着蓝忘机的被子，埋头清秀，听着一墙之隔浴室淋漓水声渐止，衣料簌簌摩擦声，拖鞋在木地板上行走，愈来愈近，停在门口。
魏无羡赶紧闭上眼睛，呼吸绵长，大耳朵都快竖了起来。可是门口的人站了许久，还是没有推门进来，脚步声逐渐远去，就在客厅停下，夜也变得寂静。卧室门开了一线，魏无羡躺在床上，能看到客厅的灯光熄灭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人，本以为会安心入睡，但常年失眠的身体确实没有那样戏剧化。床头电子钟发出淡淡的微弱的光，12点、2点、4点、6点，魏无羡闭着眼睛，感受到窗外一点点透亮，阳光透过窗帘也透过他紧闭的双眼。客厅微小动静在马路车辆鸣笛声中如此不起眼，但依旧被一夜未睡的人捕捉到。在他屏息期待中，蓝忘机终于推开那扇门，温热掌心贴在魏无羡过于冰冷的脸颊上。